为什么广阔的中国大地没有像欧洲或新几内亚那样分化出上千种语言？为什么南北差异明显的中国人却能共享同一种中国文化？今天这一章就带我们去寻找答案，看看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中国人的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6章，中国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16章，中国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一，外来移民与文化多样性，全球与美国的视角。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曾是推行外来移民、鼓励雇佣少数族裔和妇女等政策的倡导者。现在他又带头强烈反对这些政策。我的儿子们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读书，只要看看教室里的孩子，就能感受到这些抽象政策带来的具体影响。这些孩子在家说着80多种语言，而讲英语的白人反而成了少数。我儿子们的每个玩伴，其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1位是在美国以外出生。我儿子的4位祖辈中就有3位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然而，外来移民只是恢复了美洲数千年来固有的种族多样性。在欧洲人定居之前，美国大陆是数百个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直到最近几百年才被单一政府控制。从这些方面来看，美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了1个例外，其余的都是近期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熔炉，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数百种语言和族群。例如，俄罗斯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斯拉夫小国，直到公元1582年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罗斯吞并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就像美国历史讲述的是大陆大部分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故事一样，俄罗斯历史讲述的则是俄罗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近期才形成政治实体的国家，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670种和210种语言的发源地。第二部分，中国的独特之处，表面的统一与深层的疑问。近代民族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中国在政治、文化和语言上似乎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如此。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政治统一，并在此后的多数世纪中保持了统一。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它开始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使用了几十种不同的字母。中国12亿人口中有8亿多人讲普通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另有约3亿人讲其他7种语言，他们与普通话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因此，中国不仅不是一个民族熔炉，甚至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似乎都显得荒谬可笑。中国几乎从文字记载历史的早期阶段就一直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常常把中国的这种表面统一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忘记了它的惊人之处。从遗传学角度看，我们本不应期待这种统一。虽然有一种不精确的人类分类法将所有中国人归为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掩盖的差异远比欧洲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特别是中国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和体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华北人最像藏族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从体貌上区分彼此。华北人通常身材较高，体重较重，鼻子较尖，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中国华北和华南
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较干燥寒冷，南方较湿热。在这些不同环境中产生的遗传差异，表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长期适度隔离的历史。然而，这些人最终却拥有相同或极其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这又是为什么呢？从世界其他一些长期有人居住但语言不统一的地区来看，中国在语言上近乎统一的现象令人费解。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1/10，人类历史也只有约4万年，但它却有1000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组。这些语组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中国8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6000年到8000年间，逐步形成或获得了约40种语言，包括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然而，有化石证明，50多万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人类存在。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中国本来应该产生数千种不同的语言，但它们都到哪里去了？这种反常现象暗示，中国过去也曾是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就像所有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所表现的那样。中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更早的时候便已经统一。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老的民族熔炉里，使一个广阔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了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为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提供了钥匙。本章将讲述中国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故事。第3部分，中国语言地图的启示。对我们这些习惯于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的人来说，看这幅地图真是大开眼界。原来，中国除了8种大语言，普通话及其7个近亲，说这些语言的人数从1100万到8亿不等，还有130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在使用。所有这些大小语种分为4个语组，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系，连续分布在中国华北和华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北部湾，而仍然没有走出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个语组的分布零碎分散，在一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特别分散的是苗瑶语组的分布，这个语组包括600万人，大约分为5种语言，它们有富有色彩的名称：红苗语、白苗语、黑苗语、绿苗语和瑶语。说苗瑶语的人生活在几十个孤立的小块地区，被其他语组的人所包围。他们散布在一个5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从华南一直延伸到泰国。来自越南的10多万说苗语的难民把这个语支带到了美国，不过他们在美国却是以这个语组的另一名称曼语而更为人所知。另一个零碎分散的语系是南亚语系，在这个语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寨语。6000万说南亚语的人的分布地区，从东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马来半岛，再到西面的印度。中国语组中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语支是壮动语组，包括泰语和老挝语。这个语支有5000万人，其分布从华南向南进入泰国半岛，向西到达缅甸。当然，今天说苗瑶语的人的分布之所以如此零碎分散，并非古代有直升飞机将它们零散地投掷在亚洲大地。我们可以猜想，它们原本具有一种较近乎连续的分布，后来变得零碎分散，是由于其他语组人的扩张，或又是说苗瑶语的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事实上，语言分布这种零碎分散的过程，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过去的2500年内。作为历史事实，有充分文献可以证明，现在说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的人的祖先，都是历史上从华南和邻近地区迁往他们现在的地点，相继淹没了早先移民在那里定居的后代。说汉语的族群特别卖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语言上改变他们，因为说汉语的族群鄙视其他族群，认为他们是原始的劣等族群，
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周朝的历史记载，描写了一些说汉语的诸侯国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第4部分，东亚语言变迁的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利用几种推理，尽可能重新绘制出几千年前的东亚语言地图。首先，我们可以将已知近几千年的语言扩张史反转过来。其次，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现在的某些地区只有一种语言或有亲属关系的语组，并且这一语言或语组占据一个广阔的连续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就证明了这一语组在地理上的扩张，只是由于时间还不够长，它还没有来得及分化成许多语言。最后，我们还可以反向推理，如果现在的某些地区内存在属于某一特定语系的语言高度多样性现象，那么这些地区差不多就是该语系的早期分布中心。运用这3种推理来拨回语言时钟，我们就能断定中国华北原先被说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的人所占据，华南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内为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壮侗语的人所占据，而说汉藏语的人取代了整个华南地区大多数说其他这些语言的人。一种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语言巨变，想必席卷了从热带东南亚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地区，包括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初在那些地方说过什么语言，现在必定都已全部消亡了，因为这些国家所有的现代语言似乎都是近代的外来语，主要来自中国华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在今天几乎无法维持，我们还可以猜测，当年华南除苗瑶语、南亚语和壮侗语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语组，不过这些语组没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现代语言。我们还将看到，所有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语言所属的南岛语系，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那些其他语系之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语系，仅仅是因为它传播到了太平洋诸岛，并在那里存活下来。新大陆的这种语言更替使我们想起了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新大陆传播的情况。新大陆以前曾是上千种或更多印第安语言的发源地。我们从近代史得知，英语取代美国的印第安语言，并非仅仅因为在印第安人听起来悦耳，相反，这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多数人的语言。语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来的欧洲人在技术和政治组织上拥有对印第安人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归根结底又来自很早出现粮食生产所带来的优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被英语所更替，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原来的比格米和克伊桑语言被班图语所更替，基本上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因此，东亚的语言巨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使说汉藏语的人得以从中国华北前往华南，而使说南亚语的人和说其他原始中国华南语组的人得以南下进入热带东南亚？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看一看是否有证据表明某些亚洲人在技术、政治和农业方面获得了对其他亚洲人的优势。第5部分，中国粮食生产与文明的摇篮。与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一样，东亚的大部分人类历史的考古记录仅仅显示了使用粗糙石器并且没有陶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迹。在东亚，表明情况有所不同的最早证据来自中国，因为那里出现了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作物残迹、家畜骨头、陶器和新石器时代打磨的石器。这个年代距离新石器时代和新月沃地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不到1000年，但由于在此之前1000年的中国考古资料稀少，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粮食生产的开始究竟与新月沃地同时，还是稍早或稍晚。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中国实际上可能有2个或更多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
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2种耐旱的薯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2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不仅有最早的作物证据，而且还有驯养的猪、狗和鸡的骨头。除了这些驯养的动物和作物，渐渐又有了中国的许多其他驯化动植物。在这些动物中，水牛是最重要的，可以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动物。后来的一些为人所知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橘果、茶叶、杏、桃和梨。此外，正如欧洲大陆的东西轴向使许多这样的中国动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传播一样，西亚的驯化动植物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并在那里取得重要地位。西亚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绵羊和山羊。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粮食生产在中国逐步产生了其他一些的文明标志。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1500年则是第13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大量涌现的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和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3个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制出现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保卫城市的高大城墙、巨大的宫殿，最后还有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证明等级社会已经出现。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统治者才能调动大量的平民劳动力。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是在公元前第2个千年间出现的，但也可能出现得更早。我们关于中国出现城市和国家的考古知识，后来又得到了关于中国最早的几个王朝文字记载的补充。这些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兴起的夏朝。至于粮食生产更具灾难性的副产品传染病，我们还不能确定源于旧世界的一些最主要疾病发生在旧世界的什么地方。然而，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的一些欧洲著作清楚地记述了现鼠疫，可能还有天花来自东方，因此这些病菌可能源自中国或东亚，起源于猪的流行性感冒，甚至更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猪很早就在中国驯养了，并且成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家畜。第6部分，地理与文化的统一。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上来看，根据他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不同的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在公元前第4个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形成。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像在美洲或非洲那样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导致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2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在中国，有些新事物是由南向北传播的，尤其是铁的冶炼和水稻的栽培。
但主要的传播方向是由北向南。这个趋势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欧亚大陆西部曾产生过太多的书写系统，如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米诺斯文字和闪米特字母。中国则不同，它只产生了一种得到充分证明的书写系统，它在华北得到完善，并流传各地，预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最后演化为今天仍在中国使用的文字。华北社会向南传播的其他一些重要有特色的东西是青铜工艺、汉藏语言和国家的形成。中国3个最早的王朝夏、商、周都是在公元前第2个1000年间在华北兴起的。现存的公元前第1个1000年的著作表明，当时的华夏族就已常常觉得在文化上比其他非华夏族所谓的野蛮人优越，就像今天许多人仍然在做的那样。而华北人也甚至常常把华南人也看作野蛮人。例如，在公元前第1个1000年，商朝后期的一位作家对中国的其他民族做了如下描绘：中国和戎夷这5个方位的民众都有各自的本性和习俗，是不能改变和强制迁移的。东方的部族叫做夷人，他们披散着头发，身上刺有花纹，有些族群甚至不吃熟食。这位周朝的作者接着又把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原始部落说成是沉溺于同样野蛮的习俗。南方的部族叫做蛮人，他们额头上刺有花纹，脚趾交叉。西方的部族叫做戎人，他们披散着头发，穿着兽皮。北方的部族叫做狄人，他们穿着鸟兽的羽毛，住在洞穴里。这3个地方的民族都有不吃谷物、不吃熟食的。由华北的这个周王朝建立的或以周王朝为榜样的一些国家，在公元前第1个1000年中向华南扩展，最后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统一。中国的文化统一也在同一期间加速进行。有文字的文明的华夏诸国吸收并同化了没有文字的野蛮人，或成为这些人仿效的对象。这种文化的统一有时是很残暴的。例如，秦始皇宣布以前的所有典籍都是没有价值的，并下令把它们焚毁。这给我们现在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字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这些和其他一些严厉的措施，对于华北的汉藏语向中国大部分地区传播，并使苗瑶语和其他语组的分布落到如今零碎分散的状况，必定起到过推动的作用。第7部分，中国对东亚文明的影响。在东亚，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形成方面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邻近地区的发展也做出过重大贡献。例如，直到公元前第4个1000年，热带东南亚仍然被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这些人制造了以越南和平遗址命名的属于所谓和平文化传统的砾石工具和石片工具。从那以后，源自中国的作物、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村居生活，以及与华南陶器相似的陶器传入了热带东南亚。也许一起来到的还有华南的一些语族。历史上的缅甸人、老挝人和泰国人的向南扩张，使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亲属。中国的这种影响就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势不可挡。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居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狩猎采集族群的3个遗留群体，也就是马来半岛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安达曼群岛岛民和斯里兰卡维达人矮小黑人。他们使我们想到，热带东南亚的原先居民可能是黑皮肤、全发，就像现在的新几内亚人，而不像肤色较浅、直发的中国华南人和旁系亲属现代的热带东南亚人。东南亚的这些遗留矮小黑人可能就是当初开拓新几内亚的原住民中的最后幸存者。塞芒族矮小黑人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和附近的农民进行物物交换，但也从这些农民那里采用了一种南亚语言，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菲律宾矮小黑人和非洲比格米狩猎采集族群也是采用了他们的农民交易伙伴的语言。只有在遥远的安达曼群岛上，
一些与华南语族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继续保存了下来。它们是曾经必定多达几百种，而现在已经灭绝的东南亚土著语言中最后幸存下来的语言。甚至朝鲜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过他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绝的状态，确保了他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以及体制和遗传特征。朝鲜和日本在公元前第2个千年中采纳了中国的水稻，在公元前第1个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青铜冶炼术，同时期也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中国还把西亚的小麦和大麦传入朝鲜和日本。我们在这样介绍中国在东亚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切不可言过其实。事实上，东亚的文化进步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朝鲜人、日本人和热带东南亚人也不是毫无贡献的没有创造能力的野蛮人。古代的日本人发明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陶器制造技术，并在粮食生产传入之前很久，作为狩猎采集族群就已经在村庄里定居，靠日本丰富的海产资源维持生计。有些作物可能是在日本、朝鲜和热带东南亚最早或独立驯化出来的，但是中国的作用仍然是太大了。例如，中国文化的声望在日本和朝鲜仍然很高。虽然日语中源自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语语言方面存在种种缺点，但日本不打算抛弃它，而朝鲜也只是在不久前才用本国奇妙的谚文字母取代了笨拙的源自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在日本和朝鲜的持续存在，是将近1万年前动植物在中国驯化的20世纪版生动遗产。由于东亚最早的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从泰国去往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成了他们的表亲。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16章，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